这次要为大家介绍日本一个容易被遗忘的赏雪景点，那就是新穗高缆车。新穗高缆车是日本唯一采双层车厢的缆车，并且垂直落差高度达1035公尺，相当于2栋台北101。那为什么会说它容易被遗忘呢？接下来就让我好好来介绍这座历史悠久的缆车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陈 A， 欢迎大家收看陈么玩，带你简单做功课，轻松玩。首先解释为什么会说新穗高缆车容易被遗忘呢？那就要从它的地理位置说起。新穗高缆车位于岐阜县临近高山市，而北边有最著名的立山黑部的雪墙，西边则有列为世界遗产的白川乡合掌村。因此，新穗高缆车相较之下不会是观光客的第一首选。数据统计，冬季平均造访人次仅为合掌村的1/6，对比立山黑部更只有1/10。那它真的不值得前往吗？我们就接下来一起一探究竟吧。首先，新穗高缆车有2大特点。第一，新穗高缆车是日本垂直落差最多的缆车。垂直高度达1035公尺，相当于2栋台北101。第二个是新穗高缆车是日本唯一采双层车厢的缆车，运量增加的同时，还能让旅客获得更宽广的观赏视野。如果不说的话，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缆车。实际上，新穗高缆车已开业超过55年。顺带一提，你知道台湾最早的观光缆车是哪一个吗？答案是乌来的原仙乐园缆车，年纪仅比新穗高缆车大3岁而已哦。虽然营运了那么久，但新穗高缆车仍旧非常积极的更新，在2020年时将车厢外形更新到了第4代，在2022年还开放了新设施枪支回廊景观台，可见官方维护的用心，并且历年来新穗高缆车从未有重大事故发生。官方的安全报告与维护计划也非常的公开透明，在意安全性的游客们可以安心的搭乘哦。再来，立山黑部雪墙观赏的时间点大约是每年的4月中旬到6月下旬，因此跟缆车赏雪的时间点并不冲突。另外，合掌村方面，其实两者交通时间差不多。以新穗高缆车必经之地高山市来说，从高山市到新穗高缆车约52公里。到白川乡合掌村则约48公里，两者距离差不多，因此住在高山市，2个景点都去一趟也是不错的选择哦。接着让我们来深入看看整个园区规划吧。首先，缆车路线总共分为2段，第一段是单层的车厢，这边的一大特色，双层的车厢是在第2段才有的哦。搭完第1段后，需在孤平高原站下车。步行约3分钟，在白桦平站转车搭乘第2段。白桦平站这边有阿尔卑斯面包店与景观休息室，还有露天竹汤。但如果你想要在这边逛的话，那你可能要留意发车时间哦，因为第1段缆车发车时间为整点跟30分，第2段缆车发车时间为15分跟45分。因此加上第1段乘车时间大约4分钟和步行的3分钟，大概只剩7到8分钟的时间。如果错过下一班，就要再等30分钟哦。会比较推荐参观完主要景点再回来逛。若想上厕所的话，可以利用这短暂的等车时间赶快去上。搭乘第1段缆车很大概率景色都是雾蒙蒙的，但不需要担心哦，因为山脚下的水汽比较多是正常的。等搭乘第2段就可以看到非常棒的景色哦，可以远眺阿尔卑斯山脉。下面积雪的树林虽然震撼度不及藏王树冰，但也是非常壮观的美景。而最终站的西穗高口站为一个4层楼的建筑，2楼为咖啡厅、纪念品店，4楼为餐厅。若肚子饿的话，可以先在这边饱餐一顿。外面就是雪景，在这边用餐真的是蛮有气氛的。餐厅外面就是展望台，展望台可以360度观看山峦景色。拍照打卡点也会有个立牌，上面写说服务人员可以免费帮你拍照。大家可能第一印象是拍照当然免费啊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
如果你要拿到照片，那就是需要付费。但我跟你说，这真的是免费的，上面就直接跟你说，你要拿自己的手机给他拍照也是可以的。但如果预算充足的话，还是可以购买照片给他们鼓励支持一下的哦。另外，展望台上面也有一个全日本海拔最高的全年无休邮筒，你也可以在纪念品店购买明信片，从这边寄明信片回家也是蛮特别的感受。这边还有一个看点就是雪墙，虽然这边的雪墙不像立山黑部那么高，但最高也有4公尺以上，也算是蛮壮观的。然后沿着路走到底，就可以抵达最新开放的枪支回廊景观台。比起刚刚的展望台，沉浸感又更加的强烈。虽然整体园区是非常的广大，但冬季这边积雪覆盖，其实能走的道路并不多，大约1小时就能逛完。不过这边需要提醒一下，因为有些地方铲雪并没有那么完全，雪会比较容易进入鞋子里面。若不想整天穿着湿透的鞋，建议来这边记得换上防水鞋或雪靴哦。如果对这个景点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考接下来要介绍的票价、交通与住宿哦。首先，新穗高缆车的票价，官方票价约为台币740元，若加上高山至新穗高这段区间的巴士，来回票价约为880元，总计约台币1620元。建议可以直接在台湾各大平台购买，价格约只要1440元。不仅能省下将近200元，还可以省下需要在日本网站订票的麻烦，并且这些平台的巴士方案是可以无限次搭乘的哦，没有不买的理由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前往新穗高缆车的巴士是不提供提前划位的哦，都只能现场排队。若是怕人太多搭不上车，建议早一点到现场排队哦。首先，前往新穗高缆车只有一种大众交通工具，那就是在高山市搭乘农飞巴士上山，所以才会在一开始就建议直接买门票加车票的套组。那要怎么到高山市呢？其实到高山市的交通方式其实还算不少，最快速简单的方式就是搭 JR， 很多大城市都能直达，也可以搭乘高速巴士。从新宿、大阪、名古屋都能搭乘，价格更经济实惠。如果你是从名古屋出发，还可以选择参加1日团的行程，一路从名古屋搭到缆车，完全不需要转车。从名古屋出发的1日团普遍价位大约是台币3200元。细算，如果是从名古屋搭乘巴士前往高山，再由高山搭乘巴士到新穗高，与缆车来回票价总共约为台币2900元。1日团通常都有包含午餐，300元的价差能有午餐，再加上免去在高山市转乘的时间，我是觉得还蛮 OK 的。如果只是想要直冲新穗高缆车的话，可以参考看看哦。但若你想连同附近的商学景点也一起逛的话，建议可以从金泽玩到高山，连颇具知名度的白川乡合掌村都能一同造访呢。金泽的六间园、东茶屋街，若有下雪，古街庭院搭配雪景，也是必定造访的景点哦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观看下一集的完整介绍哦。另外也提供给各位一些注意事项，缆车也是有可能会因为天气因素而停驶的哦。建议持续关注官方网站，运行状态与实时影像都很容易能查看。高山的农飞巴士总站也非常的好找，就在 JR 的东侧入口旁，换票处也在候车亭旁边。另外，巴士时刻最早的发车时间是7点，大约是每小时1班。我是1月中下旬去的，因为怕人多，所以跑去搭首班车，但人比想象中还要少。但如果你真的怕搭不上，建议还是可以早一点去搭车哦。早一点上去，早一点下来，还可以去别的景点，也没什么不好。另外要留意的是，农飞巴士回程最末班车为下午5点55分发车，请留意缆车回程时间，务必估算好2段缆车加转乘的时间，以免回不了家哦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住在穗高饭店，不仅就在缆车车站旁边而已，它还是个温泉饭店。逛完回饭店就可以泡温泉当然你的钱包也要够深哦。住宿方面，由于前往新穗高缆车巴士行驶时间需要将近2个小时，建议前一晚可以住在高山市，但高山市的普遍房价偏高，这边建议可以入住高山乡村饭店。虽然房间真的是蛮普通的，
撇除青年旅馆与民宿，以正规饭店来说，这间 CP 值已经算很高了。2人房大约是1000多元，4人房也大概是3000元内就能搞定的哦。而且地理位置真的是非常的棒，过马路就能抵达 JR 跟农飞巴士总站。光是这个优点，房间的缺点真的是可以忽略掉了。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或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